老粉都知道我是一个声势车主嘛，也是好久没拍声势的车了。这次来北京顺义的声势旗舰店来试一下这个最近大热的26款的 368G， 因为整体外观还是跟那个24款是相同的，非常硬朗的一个机甲风格。这个外观部分我们就不过多介绍了啊，主要聊一下它那个细节配置跟24款之前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首先这车价格没有变啊，还是33800。然后26款的最大改动就是加装了电子油门，有那个定速巡航的功能，还有前后座的座椅加热，可谓算是加量不加价吧。然后有些地方，比如后摇臂也是做了轻量化，然后发动机结构也是稍微有了一些优化，看起来一切都挺美妙的。但还是发现了一些减料减配的地方，比如说这个手把的这个挡风护罩中间的这根杆是做的非常的纤细，比那个24款要细多了。这个不知道给老陶是省了几毛钱的成本，还是又减重了几克。然后就是这个底盘的护板也是换成塑料的，也是为了减重吧。不过你要是不跑非铺装路的话，其实区别也不大。如果你喜欢这种铝合金的，也可以买那个旧款的给它换过来就是了。然后整车我觉得减配最严重的是它这个坐垫吧，原来那个老款是老陶印维奥的那个保时捷皮质坐垫，然后现在换成了这种就是看起来比较普通的，跟国内那种1万出头的踏板用的材质差不多，而且它的整体的舒适感跟老款一样，也都是偏硬吧，使用起来倒是没啥问题，就是给人感觉少了相当多的一个高级感嘛。其他地方的改动算好评吧。尤其是它这个排气的样式，就是对于一台踏板类 ADV 来说算是比较正常嘛。个人感觉是比旧款的那个要好看点的，而且它覆盖的这个塑料件也是比旧款的要厚实不少。再来就是这个仪表 UI 的界面改的挺舒服的，然后它现在是有3种的风格。然后这2种都是挺漂亮的，然后它保留了之前它那个荒野的风格啊，就是之前24款的。因为这次有了这个定速巡航呢，也是换了一套新的手把按键，手感也都挺不错的，而且就是它比较直观吧。然后仪表菜单的控制就完全靠着一个小摇杆，这个按下去以后是设置，然后这里可以控制它的那个座椅加热，还有手把加热，直接往上的话就是给它开启1档。反正这套逻辑还是挺舒服的。里边这个菜单里还有这个车的模型动画也挺漂亮的，这里边也是能控制那个后轮的 ABS 开启关闭的。然后这2个按键是控制定速巡航的，你时速在50以上的时候，双击这个下边，然后就开启定速巡航，最高的时速是140，然后这车大概是能跑到150的极速，就稍微留点余量嘛。现在有人担心它这个小摇杆的这个寿命会稍微差一点，这个也是看后期的一个质量反馈吧。细节配置方面再带一下啊，这车是只有左边的一个手套箱，开启的方式在这个里边。这个手套箱是那种很窄的那种，可以放一些证件还有手机啥的嘛，然后水肯定是放不下的。然后这车的 USB 接口是在仪表下边，这里也是双接口充电，比较深。然后它给的这个就是壳吧，防水效果肯定是不错的。这个油箱盖呢是你在全车通电的情况下就直接可以打开的，你在点着火以后它就自己会关上。然后油箱容积是11.5升，算是足够大了吧。368G 的油耗也是看你怎么骑吧，然后低转省着骑的话，也是能压到100公里4升以下的，算是真正有一个长途的一个能力。然后这个 SIDE 按键是开启座筒，座筒容积还是跟旧款一样啊，相当厉害，前后都可以放下一个全柜，而且中间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空间可以放一些日用品、雨衣、杂物什么的。这里边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充电接口，这还有一个就是照明灯吧，使用度拉满。这车如果短途摩旅的话，基本上可以就不用再加尾箱了，这一个座筒就能把能带的东西都放下。
然后这车如果加箱子的话，还要单独买一个官方商城的尾箱架，售价是195块钱，价格还可以吧。相对于前几年来说，声势的配件价格已经下降不少了。硬件配置这方面主要是减震的一个变化，这次是换了一个品牌，应该是马祖奇旗下的一个子品牌，这个怎么读？是一个压缩回弹可调的，然后。轮毂的话依然是前17寸后14寸的真空辐胶轮，然后搭配了一个正新 SC11的这个就花纹看起来很野性的一个全地形轮胎，然后依旧是西护的卡钳，然后前轮的挡泥板这边是比旧款加长了一点点，然后后轮这边的话由原来的鱼鞍带气瓶的减震换成了一对川南的，就是只有鱼载可调的。这应该是成本会低一点，不过它这次调的挺软，就日用的话可能会更舒适一些。然后后摇臂这边的形状是稍微有一个变化，做了一点点的减重吧。发动机这边的改动就是空滤这边外边多了一个壳，还有2根油管，算是一个新的结构吧，就是可以防止这个车如果在一直下坡的情况下，那个机油会流到空滤里那个问题，然后这次算是改善了。然后这台发动机动力参数依旧是最大功率28.5千瓦，在这个同级别踏板里算是遥遥领先吧。这个动力方面的优势也是声势一贯的核心竞争力吧。因为这车默认是开启的 TC， 所以说只能听一下这个怠速时候的发动机声音了。今天刚才下了点雨，这个天气还是有点冷的。车体感的确实比旧款稍微要轻了一点点。啊，启程的部分，现在是 S 档。就首先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电子油门嘛，说实话做的确实不错，都能感觉到它那个电子油门就是很轻，然后比较跟手，而且也没有什么迟滞感。然后这个 S 档的话，确实比较积极啊。你这个稍微起步的时候、低速的时候给点油，还有点拉扯感，有点起头的那个样子，挺有激情的。但是吧，我觉得不太适合就市区走走停停，因为这个3000多转的时候给一把油还是挺冲的。然后直接按这个 M 就可以换成 T 模式，这个应该就算街道油是吧？就改善了不少。低速的时候，它这个加速是挺现象的，蛮可控的。建议一般新手或者说你在就不是路况不是太好的情况下，就用这个 T 模式就可以。前面找个人少的路试一下这个定速巡航。首先要时速拉到一个1550以上，然后双击两下下，屏幕上会出现一个绿色的 set 图标，这时候定速巡航就开始开启了。不过这车就是会稍稍有点往左偏啊，需要适应一下。加号的话只能一点点加速，但一次只能加一点点。你刹车的话，它就直接关闭了。总之还是挺好用的吧。如果你平时脑子上路况特别好的，或者说跑高速的话，用这个定速巡航还是挺省力的吧。动力部分就不用吹了吧。既然是声势368，在这同级也没有对手。平时国道的话，给把油，超车绝对够用的，这种爽感，其他车也是暂时给不了的吧。一直以来买声势车的都是
看重它的这个动力比较领先嘛。然后道路调教有限，也就不太往上拉了，正常的132。然后这车刹车部分，对前刹感觉挺好的，这个西湖蛮线性的，而且没有啥虚位的空间。有点问题的，我觉得是后刹吧。就是后刹需要的力气不用很大，然后出力太迅猛了。就我试了2台比较新的试驾车都是这样，而且它的 ABS 介入也是过于早。感觉你在跑山压弯的时候，想只轻轻点一点后刹，然后减速，需要细腻一点的操作吧。不过这个 ABS 介入特别早，还是会影响一些就是操作极限。总体来说手感也都还不错。这台车是公里数高了，然后那个后刹感觉是要比那个新开的试驾车，稍微应该是磨合的更线性了一点。来，这个操控部分，我觉得也是值得讲的一部分。它这车让我感觉到，尤其是这个高速版，就是重心可能是略微偏高，还是因为坐的位置比较高，就这种小路拐弯啊、掉头啊，都觉得不是太顺畅。我有点不太敢往下压，少了一点那种巡航踏板的那种踏实感。可能需要适应吧。就这种高座的踏板还是差了一点把控感吧。可能也不是就我一个人这种感觉吧。不知道那个低座版就是会不会好一点。然后其余的这车倒没什么问题。那我们就回去